想到被徐峥称赞的实力派演员，弯道上却被赵露思轻松超越，她是在关键时刻丢失项链的典型例子吗？这妹子跟历史古装比起来吗？有人可能会说，也许圆脸不上镜，但为什么同年代的服饰，同一种肉体，赵露思就比她幸运呢？不仅捧起了热播电视剧《长歌行》，她和吕文宁在剧中的副手郝燕更是凭借抽烟的能力压倒了男女主角东翁 CP， 成为了她的超级粉丝。人气超讨论 CP 榜第3位。要知道，这份超级会说话的 CP 榜单是以常年男女 CP 为基础的，目前榜首的是近期迅速成长的新秀浪浪丁，榜单第2位也是曾经的博君一笑，引发了一场血腥风暴。能够摆脱这种被男人包围的局面，有这一对真是太好了。得益于人品和 CP 的打赏，赵露思最近的进步非常快。4月13日，德塔文指数发布，她的人气直接超越迪丽热巴。眼垂眼鸟，与两厢车相比，同样95岁的李兰迪处境尴尬。Hello Old Time 之后，她参演的电影越来越受欢迎。而就在因古风被众人嘲讽后，赵露思凭借古风美貌破圈，获得了足够路人的青睐。不得不说，这两个人其实从外表到气质都非常相似，都拥有初恋的娃娃脸，而且总是被观众诟病胖。游戏玩法也非常相似，都是因为一部热播电视剧，但巧合的是，两人一起走红的角色名字都是 App 风格。从如今的事态发展可以看出，一方面他的事业正在迈向更高的台阶，而另一方面在新剧中隐隐约约出现臀部拉伤的迹象，就像云朵和草丛的区别一样，有着巨大的区别。01高打低打的李兰迪，李兰迪比赵露思出道早，退圈也比赵露思早，一部校园青春剧让她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白月光，也让人们看到了她作为新花的潜力。后来当她开始出演综艺节目时，徐峥形容她是天才女演员，章子怡3度夸她，称她是好苗子，能长成大树。每个人都认识她并钦佩她。但就是这么有名的明星，后来的发展却并不如预想的那样。如果要说李兰迪的口碑从什么时候开始下滑，那么就必须提到芒果台的综艺《亲爱的客栈》。好的综艺可以拓宽艺人的国籍，但不知不觉暴露自己的性格缺陷，就会产生负面影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本末倒置。节目一播出，李兰迪就被批评情商低、心机、野心大等。她不仅在早餐评审时偷偷吃肉而不告诉大家，还谎称自己忘记了。之后马天宇帮她做面条，获得了评价第2名。她对马天宇的帮助只字未提，完全接受了刘涛的夸奖。节目组问她当时为什么不提，她还是一样的回答。经过一波手术后，李兰迪因记忆力好而惊喜，赢得了很多路人的青睐。而且在制作 PPT 时，她还拿了朋友帮忙剪辑自己直播视频的成果，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务实的印象。在接下来的表演中，李兰迪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还在节目中大方展现了自己的真实气场。可以说，李兰迪上一档综艺把观众心中的于周周滤镜给打破了。事情还没有结束，一方面李兰迪在综艺节目中肆无忌惮地独自赶走了嘉宾，另一方面电影《清朝梦》无情地给他送来最后一波嘲讽，检查禁止图像。让我们再看看现实。节目一开播，网友们就炸了，不知道该先吐槽节目作弊，还是先吐槽李兰迪的脸胖的离谱。都说历史剧真的是最爆炸的，从以前的四小花到现在的赵罗图，都是靠演历史剧而出名的。不过对于一个身材苗条、身材轻盈的演员来说，演历史剧就是为了磨练颜值。但对于一些大框架演员来说，古装剧永远是他的蜜，我的砒霜。一般来说，服装塑造的成功有2个要点，一是看面部表情，二是看身材。但李兰迪一个都没有。脸蛋线条又圆又胖的她，穿现代衣服依然可以穿碎发来矫正婴儿肥脸。但当她穿着历史服装将头发梳得紧贴头皮时，她头型和脸型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再加上姿势不好，脖子前倾有问题，
穿上遮身只露肩膀的清朝宫廷服饰后，拍全身照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有网友甚至将这张照片与米其林轮胎进行了比较。然而遗憾的是，造成这一系列后果的原因只能说是李兰迪本人。但从后面几集的效果来看，她在准备期间肯定是没能控制好自己的体质。哦，这就是那个没坚持住摔倒的演员吗？从流传的路透照片中可以看出，李兰迪当时的体重已经达到了需要用梯子抬起的地步。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浩妍 CP。而且同样的脸看起来笨重，李兰迪确实很重，但赵露思却是真实的。据说她在拍摄传闻中的陈芊芊时，实际体重只有70多斤。在这里，范女士并不是提倡大家极端减肥，健康第一，不要伤害身体。范主想表达的是，作为一名演员，首先要做的就是服务角色，无论生活中如何让自己失望，但在荧幕上，演员的身体会员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观众要求的身材管理，并不是为了服务传统刻板的男性审美，而是演员要对自己的角色负责。毕竟，瘦、漂亮并不是成为演员的标准，而是敬业和演技好。梦回清朝之后，主演的资源越来越好，他正在拍摄的网剧《用我的左肩》是 IP 大片改编，搭档范丞丞更是拥有无限的魅力。而里面的女配角孙安克后来也得到了猎魂的资源，发展也非常顺利。相反，作为共同首发，李兰迪的后续有点失败，或许是怕被嘲笑。古装出街后，李兰迪回到自己的舒适区，出演校园青春剧。不久前，她和赖冠霖主演的电影《别打扰我学习》刚刚杀青，没有人在乎开始，也没有人在乎结束。虽然这是她擅长的题材，但李兰迪在这部影片中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名28岁的企业人力资源总监意外回到了高中时代，虽然外表变回了18岁，但内心却保持着高管风格，总是一只手插在口袋里说话。不管这奇怪与否，就连这位总经理的形象和性格都根本不适合李年。作为通过校园剧出名的小花，虽然此时的她依然把题材演得不错，但她在电影中的演技相比剧集来说已经大打折扣了。目前还是学生的李兰迪显然很难扮演一个成熟的反社会者的角色。由于她经验不足，无法理解这个角色，所以她只能通过夸张的表情和僵硬的看似不可避免的肢体语言来装出冷漠而熟悉的样子。本来是最近播出的唯一一部校园剧，这部剧优势巨大，但由于剧情和人物设定不佳，直接导致了后期口碑的消亡。甚至有网友评论说，好多年没见过这么丢人的作品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的评分低至 5.5 分，而给他评分的人数也才5000多人。当然，对于这个节目来说，震动是他最好的防御。李兰迪以前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小花，也是大家心中学校最好的女主角，大家对她的期望很高，觉得她的作品一定不会太差，等待她出演一部大片。但后来从 Manhui 到别试图打扰我的学习，她似乎越来越不确定自己的立场，常常陷入往哪里躲的境地。拍完复杂的历史片，她跑回来演现代片，表演系的学生找不到以前的感觉，于是她又尝试了古水。但从目前苏记路透来看，效果似乎并不是很好。从表演质量上来说，李兰迪对自己的作品完全没有掌控力。出道这么多年，她的作品并不多，从头到尾似乎只有武秋秋这个角色让人难忘。02潮人赵露思，这一点赵露思比李兰迪更清楚。虽然在娱乐圈出名是玄学，但如果真想长久立足，就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了。女演员的花期只有几年，试错的机会不多，如果追求较弱，那只是浪费她的精力和观众的耐心，等着被击倒，并以凄凉朦胧的结局结束。2020年，传闻中的陈芊芊爆红后，赵露思多次加入下一个剧组，再次与林雨申合作出演轻喜剧《我喜欢你》播出惊艳。而今年《长歌行》的播出给了她很大的动力。
虽然不能确定这对 CP 的收益是否会全部变现给赵露思本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的角色口碑正在不断提升。连续3位甜妹受到热烈欢迎，看来赵露思距离飞升只有1场布偶戏了。她的团队也很清楚这一点，于是她又和杨洋联手主演了鹅厂的 S 加级木偶来试试世界。令人惊讶的是，在4月13日的德塔文指数中，她对影片热度的贡献高于Yang Yang。与李兰迪的名气一夜暴跌相比，赵露思的崛起只是一角。除了大型剧之外，她还主演了即将上映的主旋律剧《1921》。这种无情的速度具有强大的冲刺姿势。赵露思这边是劳模，那边李兰迪当然不可能永远待在坑底。巧的是，这正是赵露思擅长的作品。不过，这部电影不仅展现了李兰迪轻松的外表，与他搭档的牛俊峰也是一位备受期待的实力派演员。如果剧本质量能跟上，他再次扭转名声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对于那些长期走在前列的领域，李兰迪能否在其中突破还是个未知数。